人入伍5年没回家，突然接到家里人的电报说小媳妇带着仔仔和人私奔了。我就是那个小媳妇，实际情况是家里的2个仔仔带着我准备去军区找她，因为原主手不能抗肩不能提，被欺负了只会哭，老公发来的津贴也全被恶婆婆薅走，仔仔们好日子没过上，反而要捡垃圾养家。所以我穿过来后，非但不准备阻止仔仔们离家出走，还打算要他们也带上我一起。满满警惕地挡在妹妹前面。他又想干什么？刘叔叔说了，最近有人贩子，他该不会是想把我们卖掉？儿子啊，你们要是去找爸爸，能不能带妈妈一起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军区？满满猛看向夏夏，怀疑妹妹告密，夏夏使劲摇头。不是我，就算你卖掉我们也一定会找回来，让公安抓你去坐牢。妈妈没那么傻，以后还指望你养家呢。咱们满满聪明又能干，小年纪就知道捡垃圾赚钱，是院里最厉害的小大人。满满愣住，耳朵慢慢红了。妹妹也帮忙了。夏夏也比其他玩泥巴的小孩懂事多了，都知道自力更生，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孩子。哎，不像妈妈，妈妈什么都不会，你们连找爸爸都不肯带我。原来妈妈这么惨的吗？夏夏跳下凳子，拉住江宁宁。妈妈别难过，我和哥哥没想丢下你，我们只是想让爸爸回来，这样我们就有饭吃了。妈妈别哭，我们带你一起走。那江同志要保证不告诉奶奶，被他知道就走不成了。好，妈妈答应你。她决定尽快行动，免得婆婆带人杀个回马枪。你们先收拾行李，妈妈去想办法凑路费。等一下，这里有1块6毛5和3张粮票，是我和妹妹捡废品卖的钱，还有攒下的津贴。这是你攒了多久的？满满攥紧手，眼睛湿漉漉的。妈妈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他拿走钱，就彻底放弃他吧，不能再让妹妹失望了。江宁宁心脏一疼。前世的我最讨厌熊孩子，可现在才发现，不是小孩讨人厌，是大人的错。江宁宁坚定承诺，从今以后，妈妈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。说完，她推门离开。满满呆呆望着她背影，第一次觉得妈妈的背影也可以这么高大。妈妈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宁宁，你不用专程过来感谢，那是我这个当奶奶的给孩子们的一片心意。朱婶，我来跟你谈点事，方便进去说吗？朱家媳妇目光警惕。江家刚被婆婆骗走津贴，现在锅都空了。江宁宁怕是来借粮的，要借粮是没有。我男人的实习工岗位刚被人顶替，家里正是不容易的时候。你有什么困难，先进来说。妈，你让他进来做什么？到时候害得家里集体饿肚子。他拿走1口，我们家孩子就少1口吃的。朱婶蒸的大馒头真好吃，蓬松又柔软，我方才一口气能吃2个呢。你这孩子就是客气得很。打小我就拿您当亲婶子，整个家属大院唯独跟您最亲。他突然发现江宁宁今天格外精神，在白炽灯下瓷白透亮。难道是那2个馒头的功劳？朱婶使命感油然而生。厨房里还剩3个馒头，婶子全给你拿上。婶子，精细粮食还是留给2毛他们吃吧。我今天来是有好事想着您。你还能有什么好事？闭嘴！宁宁从来不骗人。朱大嫂担心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不是来借粮的，是来问问朱家要不要买工作。全家瞬间安静。我手里有2个岗位，技术工和纺织工。朱婶平日照顾满满夏夏，纺织厂的优先考虑你们。傻孩子，你是不是听说你朱大哥丢了工作才？朱家大媳妇惭愧地拉着江宁宁的手。是嫂子错怪你了，但这工作是你爸妈留下的，我们不能要。朱家大媳妇表面说的大义凛然，心头却在滴血。纺织厂1级技术工月薪25块啊，有了这份工作，家里不用再勒紧裤腰带，孩子半夜也不会被饿醒。但老江夫妇是烈士，烈士家属的东西不能抢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。对，我们不要，你也不能卖。真困难，婶子借粮给你。我婆家正盯着这2个岗位，我的性子你们也知道，肯定留不住。与其被他们霸占，不如换成钱或者粮票这些实际的东西。况且等满满和夏夏长大，说不定工人早就不是什么铁饭碗了。80年代下岗潮的事我不能说，否则怕被当怪物。宁宁，你是真心想卖吗？对，就按照市价来，给你们打8折。钱和票都要，我要的急，最好明天早上就能去办手续。不过我建议朱家不要同时吃下2个岗位，免得招人眼红。但你们可以推荐给我人选，朱婶信赖的人，我肯定放心。纺织厂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招工条件逐年苛刻，消息一旦放出去，无数人打破脑袋也要争抢，兴许还会竞拍到天价。你头一个考虑朱家，已经很便宜我们了，就按照市价来吧，800块钱，一半给你钱，一半给票。朱三叔几乎不用再思考。街道办刘主任小儿子响应号召下乡，前2天刚拿了探亲的介绍信，回城住几天，
刘主任正在发愁如何帮儿子搞定工作，你正好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你大嫂与刘家有点亲戚关系，待会儿就帮你去问问。不过宁宁，你老实告诉三叔，为什么如此照要急卖工作？姜不愧是老的辣。江宁宁心里轻叹一声，我打算明天就带2个孩子上军区找东。男人入伍5年没回家，突然接到家里人的电报说小媳妇带着仔仔和人私奔了。我就是那个小媳妇，实际情况是家里的2个仔仔带着我准备去军区找她，因为原主手不能抗奸不能提，被欺负了只会哭，老公发来的津贴也全被恶婆婆薅走，仔仔们好日子没过上，反而要捡垃圾养家。朱三叔看着准备带2个孩子千里投奔丈夫的江宁宁，若有所思。按照津贴上的地址找过去，不算太难，关键是江宁宁一个娇弱女子，如何拉扯2个4岁孩子千里奔波，路上人贩子多，根本不安全。思索片刻，朱三叔忽然开口，左右几天时间，让你长光哥送你们去。对，他白捡个岗位，该出力。宁宁你别客气，路上尽管使唤他扛东西。江宁宁知道有个壮年男子同行确实安全得多。行，那就麻烦长光哥了。离开前，朱婶热情地包了3个馒头和一些干果零嘴，媳妇一反常态的没有阻拦。江同志，你这样不对，朱婶家也不宽裕，怎么能拿人家这么多东西？话未说完，江宁宁突然把他抱起来，满满像只受惊的小猫，闻到妈妈身上好闻的皂角香，像晒过的棉被味道，暖暖的。落地后，他红着耳朵躲开几步，却听到意料之外的话语：凳子不稳，下次别爬这么高了。女儿怯生生的提问打破了宁静。妈妈，钱赚到了吗？笨下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把纺织厂工作卖了，赚了1000多。明天长光叔跟我们一起走。这个消息如同炸弹，炸得2个小家伙目瞪口呆。妈妈连跳楼都要保住的工作，就这么卖了？换成钱，奶奶就抢不走了。咱们路上也宽裕些。第2天一早，江同志呢？他不要我们了？夏夏吞咽掉口中的包子，抿唇笑出小梨窝。妈妈给我们买了早餐就出门了，大概中午前会回来，交代我们收拾好东西，等她回来直接出发去火车站。看着妹妹一派纯真的笑颜，满满默默把担忧咽回去。梁小芝动作麻利地收拾包裹。满满，妈妈会不会碰上奶奶了？笨，要叫哥哥。江同志答应过我们，就要说到做到。夏夏小奶音委屈的不行。可以前妈妈答应我们不给奶奶钱，奶奶一来，每次妈妈都会食言。满满想到一次次被妈妈背叛的事情，拔腿就往门口跑。夏夏你看家，我把昨天捡的破烂拿去卖掉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哪怕妈妈食言，我还是能带妹妹离开。江宁宁来到纺织厂办完手续后，长光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去供销社买点火车上用的东西。还有夏夏和满满连身像样的棉衣都没有，一人也要先置办1身。我帮你提东西。江宁宁要置办东西很多，便没跟他客气。临近中午，江宁宁才意犹未尽的结束购物。我知道有条进入回筒子楼，就是从前面那条巷子拐进去。江宁宁远远的瞧见本该待在家里的满满，正双手费力的拖着大麻袋往垃圾站走。角落里忽然冲出来一道身影，揪起他的衣领就跑。长光哥，人贩子把满满抓走了。江宁宁想也没想，立刻抄起路边的竹竿，气势汹汹的拔腿冲上去。朱长光一瞧，往日柔柔弱弱的江宁宁，一边挥舞竹竿，一边振臂高呼抓人贩子。莫非这是母爱的力量？江宁宁挥动竹竿，拼命往人贩子身上招呼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抓姑奶奶的儿子？我打死你个人贩子！现场男青年们不约而同的退后2步，夹紧双腿。妈妈被人贩子抓住的时候没有害怕，只担心妹妹和妈妈以后要饿肚子没饭吃怎么办。可当我听见妈妈的声音，睁开眼睛时，瞧见妈妈不顾危险追在后面，原来妈妈真的爱我。江宁宁一下子脱了力，身体软坐在地上。别怕，人贩子被妈妈抓住了。霍建军肚脐下方某处火辣辣的疼，拼命蜷缩身体，说不出来一个字。江宁宁那个女人真凶残，我不过掳走满满，逼迫她跟妈道歉，再交出工作和房子来，她却要我断子绝孙。大嫂，我是贱啊！你个不要脸的人贩子，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耍流氓！我不是人贩子，我没有耍流氓。大嫂，我是建军，霍东林弟弟啊！正喊得起劲，霍建军就被警察押走了。同志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做笔录。漂亮姐姐，你要问就问我吧，请问能不能在这里做笔录？妈妈为了保护我，掌心皮戳破了，要赶紧回去包扎。我从头见证到尾，能去做笔录，让这对母子先回去吧。我认得他们，这个小孩经常带妹妹在周围捡破烂，爸爸是军人，妈妈身体孱弱卧病在床，住在纺织厂家属院。我也想起来，这对母子生活不容易，爷爷奶奶卷走津贴，妈妈经常要吃药，一家3口常常饿肚子。
满满小脸憋得通红，没料到会被这群热心肠的爷爷奶奶当众揭老底。哥哥、妈妈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江宁宁蹲下身来，顺势将小团子抱个满怀。妹妹，你快下来，妈妈手受伤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跟爷爷奶奶们撒谎了。那你能告诉妈妈为什么想到那种谎话吗？爷爷奶奶每次总是问妈妈在哪，我不想他们和奶奶一样，总是说妈妈坏话。1楼的黄婶子生病误床，大院里没人说她懒，所以我才……对不起，妈妈，以后我不撒谎了。撒谎虽然不对，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所以这次妈妈原谅你。对了，妈妈，刚才二伯来敲门，被隔壁朱奶奶轰走了。江宁宁没料到霍家人居然来得如此之快。夏二伯好像叫霍建军，难怪人贩子眉眼有点熟悉，只是当时情绪冲击太大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东西收拾好没有？1个小时后咱们出发去火车站。为什么还要多等1个小时？等下你就知道。男人入伍5年没回家，突然接到家里人的电报说小媳妇带着仔仔和人私奔了。实际情况是发来的津贴全被恶婆婆薅走，原主被欺负了只会哭，害得2个仔仔3天饿9顿，所以我穿来后手撕恶婆婆。到达小叔子后，我决定带着2个仔仔去军区找爸爸。长光叔，你坐下歇会儿，票价23，你要是少坐一会儿，岂不是亏大了？小朋友，你算学真厉害，几岁了？妈妈，我这样可爱漂亮的小孩子，果然很招人贩子喜欢。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？早上出发前，孩子刚被人贩子抓走过，这会儿比较警惕，做人做事切忌仅凭主观臆断就妄下定论，快跟爷爷道歉。爷爷，对不起。出门在外，孩子警惕心强是好事，如果基层宣讲到位，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被诱拐了。妈妈说，像我这样粉雕玉琢的孩子会被人贩子卖掉，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这么好运，有些孩子会被打断腿去乞讨，所以我长大后要做警察，把人贩子统统抓起来。有志气。我儿子居然是个显眼包。小朋友，你妈妈把你教得很好。一听到有人夸赞妈妈，满满瞬间来劲了。现在他是个妈妈吹。妈妈说人贩子的骗术与时俱进，对小朋友用糖果诱骗，对年轻女孩子鼓吹有高薪好工作。这位同志，你为什么对人贩子的手段这么了解？我平时爱看报纸，都是党和国家法制宣传搞得好，我们才懂这些。同志，考虑加入文化宣传部吗？不行，妈妈不要。薛老僵住，他突然意识到，长相和善，主动套近乎，乱介绍工作的人贩子3要素我全占了。霍家现在应该已经在公安局了吧？东林，谢谢你帮我搬东西，这是谢礼。关同志，我们正在执行任务，如果你做不到专业，我这就向组织申请换人。关文学眼圈瞬时红了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。根据线报，此次开往江城的 K895 列车上有一伙跨省作案的犯罪团伙，专挑年轻女性下手。上面安排他们联合文工团出任务，假扮成出省交流的服装厂工人。队长，目标人物已上车。那还磨蹭什么？通知大家伙准备进站台了。话说回来，霍队长人长得帅，能力强，整个海军编制最年轻英俊的连级干部，多少女同志都对他芳心暗许。他家属一直没来随军，该不会是他妻子长得很丑吧？文雪是文工团的台柱子，长得好看，家世不错。要是霍队长没结婚，你们2个最相称。关文雪听得心花怒放，面上却害羞地嗔怪道：“说什么呢？霍队长可是有家室的人，我才不做第三者。这次任务是我好不容易拜托首长爸爸得来的机会，一定要拿下霍东林，让他离婚，然后名正言顺地嫁给他。”关文雪志在必得。江宁宁和孩子们正望着窗外。妈妈，那个叔叔好高好威猛，我什么时候能这么有力气？多吃鸡蛋，多锻炼，你将来肯定比他帅。霍东林大步走过，后面跟着关文雪，既快步上前，紧跟在霍东林身后，宣示主权。对于有主的男人，江宁宁顿时失去欣赏的兴趣，目光一转，落到夏夏身上。妈妈，教我们认字吧。我认识这个字，是霍字。这个念好。还子，还有满满和夏夏。宝贝儿真棒。2个小家伙顿时红了脸，像煮熟的小虾米。你们知道爸爸的名字叫什么吗？爸爸叫霍东林，爷爷说是旭日东升的意思。那你们想知道爸爸小名叫什么吗？就像是满满和夏夏其实是小名，等到了军区，爸爸还要给你们取大名。2团子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写满求知欲，江宁宁忍不住笑出声，叫黑蛋，噗哈哈哈。嗨嗨！隔壁同时响起剧烈的咳嗽声，2小只彻底愣住，叫黑蛋的爸爸在他们心中高大的形象再次崩塌。再看看旁边的妈妈，爸爸他好像配不上妈妈了。妈妈，还是交这封信吧。自己刚劲有力，内容却冷漠疏离，丈夫对妻儿几乎没有关怀，这样更好。到了军区各自安好，熬过后几年再离婚也省得麻烦。
等到了军区，妈妈教你们画画、唱歌、跳舞。对了，妈妈还会弹钢琴。钢琴？乡下人买得起吗？同志，我有没有钱买钢琴不知道，但是你鼻毛太长出来了。关文雪尖叫五鼻。你，妈妈好心提醒，阿姨为什么要生气？你一个乡巴佬就是买不起，装什么蒜？薛老皱起眉头，他已经认出了关文雪的身份来了，心中反感。关家孩子居然会这么没礼貌，就这素质，老战友还想托关系让他进宣传部，没门！土能生金，咱农民阶层就是掘金人。这位同志，没准你家往上数3代也在地里刨食呢，不就多看他男人几眼？这姑娘为何如此记仇？心里顺带着把那男人一并画叉。薛老看向江宁宁的目光愈发热切。瞧瞧这文笔，铿锵有力的红色标语，这才是宣传部需要的人才。关文雪向来被人捧惯了，捂着脸转身就跑，这会儿哭哭啼啼的样子格外惹眼。这位女同志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妈妈，我觉得那个怪阿姨是军人，还有站台扛行李的叔叔也是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走路先迈左脚，站得笔直。垃圾场退伍的李爷爷说过，这叫拔军姿，部队纪律严明。这行人并没有身着军装，而是做工人打扮，所以应该是在执行某项秘密任务。江宁宁这下子是真的诧异了。满满冠威动秘，堪称干刑侦的一把好手。要是满满长大后真的做了警察，罪犯将无所遁形。想到未来可能会养成一名伟大的人民警察，就莫名热血沸腾。宝宝，你太厉害了！怪阿姨被气跑了，会不会影响抓坏人？妈妈，我们要不要去告诉其他军人叔叔？满满是个本性纯善、有大局观的孩子。江宁宁既骄傲又自豪。等乘务员叔叔过来，我们如实上报这件事情，履行公民的义务就行。你们现在还太小，力量太弱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时，要时刻铭记，在有绝对的能力之前，不能与坏人正面硬刚，要交给专业的叔叔阿姨去处理，明白吗？否则被坏人抓走，你们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两个仔仔满心后怕地点着头，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妈妈，他们内心深处都感到无比惶恐。对了，妈妈，对面爷爷身边的那个叔叔应该也是军人，但是他跟那个怪阿姨一样，都是坏蛋。耳力超乎常人的坏蛋小李，我不过瞪了他妈妈一眼，怎么就变成坏蛋了？小李虽然郁闷，但还是立即向薛老汇报了满满发现的诡异情况。走，我们去找列车。男人是跨省作案的人贩子团伙，却被4岁小孩一眼识破。长光叔，那人要把怪阿姨抓走。这是我发烧的媳妇，小孩别捣乱。那你说他叫什么？拿结婚证出来。趁乱之际，霍东林一把拎回刚要逃跑的嫌疑男子。你是谁？这是我媳妇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才是那个怪阿姨的男人，上一站一起上车的。霍东林利落制服人贩子，转头却发现满满已不见踪影。那孩子敏锐有智谋，遇事临危不乱，真是天生当兵的料。霍东林十分遗憾没能亲自招揽他入伍。薛老，您怎么在这？列车长将事情来龙去脉说给他听，得知又是个孩子发现的，霍东林满眼惊叹。薛老放心，回头定会向上级给他请一份工。薛老满意的直点头，故意卖关子，不告诉那孩子应该就是他的种，让霍东林自己去发现真相，得赶紧把好消息告诉那对母子。这下在他们3人心中，我应该算是好人了吧？薛老回来时，满满正在演绎智斗人贩子的故事，引发众人喝彩。薛老趁机站出来安抚人心。这伙人贩子其实早被特种部队盯上了，他们已经进行抓捕行动，绝不留下一个漏网之鱼。满满小朋友，他们答应要给你记功呢。满满眼前一亮，会发很多奖金吗？薛老愣了下，点点头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相比于勋章，钱票的确更实际些。可是满满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振聋发聩。为了带我们逃离恶奶奶，妈妈迫不得已卖掉驾照买车票。妹妹说妈妈第2天起来眼睛红红的。说话间，满满眼里氤氲起雾水。以后我和妹妹要捡很多垃圾，赚很多的钱，再也不让妈妈卖任何一样东西了。江宁宁心里既感动又好笑。儿子啊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，不要成天想着捡垃圾了。夏夏也捡垃圾养妈妈。夏夏也屁颠颠地表决心。江宁宁一手将一个宝贝揽进怀里。捡垃圾也讲究门道，更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。比如捡牙膏皮为什么那么抢手？因为它的原材料是铝，这是一种战略物资，回收能再加工成铝盆、铝饭盒。铝含量决定牙膏皮的价格，中华牙膏皮在其他牌子中回收最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以后你们好好读书，眼界自然开阔。到时候别人捡的是垃圾，你们捡的就是宝贝。梁小芝听得热血沸腾。薛老愈发坚定要拉拢江宁宁进宣传部的决心。火车抵达江城，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先去招待所休息半天，下午再打听怎么去海岛吧。你们母子住一间房，我在走廊打地铺就行。
这时他们身后传来一道清朗的声音：“不用麻烦了，你们是不是打算去第10军？海岛禁止普通人出入，我让小李送你们去。”薛爷爷懂得真多。薛爷爷您真厉害，哪天有空来我家做客，让我爸爸好好招待您。至于为什么不是妈妈，自然是因为他们舍不得妈妈太辛苦。黑蛋爸爸已经长得丑了，再不多干点活会遭嫌弃的。这串马屁拍得薛老笑得合不拢嘴。正好过2天我要上岛参加研讨会，到时候定来你家做客。等我搞到宣传部聘用文件，再上霍家邀请江宁宁，才能显出诚意来。没想到这位老人家真是大人物，幸好一路上没有失礼。在驶往海岛的船上，检查人员听说是霍东林的家属，看到介绍信上面写着被婆家欺压，再看看娘三浑身上下受的没几两肉，心肠顿时软了下来。霍队长在外保家卫国，没想到妻儿却在老家遭到虐待，那位老太太简直太过分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来随军，只求军区能有一个容纳我们的棚子住，我们不白吃白住，麻烦领导们可以帮忙打扫卫生、捡垃圾卖钱为生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可会捡垃圾了。妈妈身体不好，要吃药，我们养妈妈。介绍信字里行间寥寥数语，哪有亲眼见证才的震撼？于是立马打电话上报海岛，给4人放行。东林，你媳妇带孩子跟人跑了。霍东林脑中轰然作响，声音却依然冷静。妈，你先别哭，慢慢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大儿子反应怎么这么平静？建军抓到他偷人，反被他诬告偷孩子，当人贩子抓起来了。江宁宁怕事情败露，于是连夜带孩子们跟野男人私奔。既然被抓到偷人，为什么是建军被抓？通奸罪是要坐牢的，破坏军婚则罪上加罪。大儿子为什么不生气？头顶都戴绿帽子了，还关心这些细节做什么？建军撞破奸情后，抱起满满就跑。谁知道满满也是个白眼狼，竟然大喊大叫说他是人贩子。总之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媳妇偷人了。说不定夏夏和满满也不是你亲生的。他提高音量，试图激怒儿子。传达室的人竖起耳朵，脸上写满震惊和同情。我明天申请探亲假回来处理，整件事透着蹊跷，我必须要亲自回去查探。你别回来，工作更重要，你赶紧打离婚报告，休了江宁宁，妈重新再给你物色一个更漂亮更年轻的。妈，离婚不是小事，就算我不回去，部队也会派人过去如实核查。他干脆地挂断电话，无视周围同情的目光。霍东林抬脚离开传达室。我在前方保家卫国5年不间断做了许多秘密任务，连家都不能回，结果小家反手被其他人偷了。轮船靠岸，满满兴奋地拿着喇叭：“黑蛋快出来，我们带你老婆来随军了！”震天响的喇叭声让整个军区为之一静，所有人循着声音望去。霍东林转身时，看见一个和自己儿时照片如出一辙的男童正举着大喇叭：“霍东林，小明黑蛋爸爸，快点出来接我们和妈妈呀！”夏夏高举横幅“黑蛋爸爸专属接驾”4个大字在风中招展。2个小家伙中间的年轻女子突然抬头，四目相对。是站台那个穿蓝色工服的军人，他过来了。同志，有事吗？霍东林不动声色地打量5年未见的妻子。他比记忆中更纤细了。妈说他跟野男人私奔，怎么会突然带着一双儿女出现在军区？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霍东林唇线抿得更紧了，周遭空气沉甸甸的，极具压迫感。江宁宁克制住后退的本能。狗男人如果真是来为他对象找茬的话，我就给他表演一个当众晕厥的戏码。殊不知，霍东林也在静静地打量着妻子。不许欺负我妈妈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，咱俩单挑。欺负你孩子算什么男子汉？欺负妈妈的坏蛋。夏夏则抱住男人另外一条大腿，张嘴就咬。糯米团子们还不到他大腿高，这点战斗力对于他而言无异于挠痒痒。霍东林舍不得伤害娇娇软软的女儿，弯腰抱起来，直接塞进江宁宁怀中。霍东林单手拎起儿子。黑蛋爸爸，你在哪里？有人打你儿子，欺负你妻子，揍你闺女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有人殴打军属，哪位好心的爷爷为我们做主啊？呵，还会用成语。霍队长，就算你妻子出轨，心里难受，也不能欺负黑蛋的妻儿吧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，决定出声帮这3个可怜的母亲和孩子。霍队长，您要是难受就哭出来，千万不要犯错误啊！快把黑蛋的孩子放下来。现在好了，全天下都知道你爸叫黑蛋了，有个黑蛋爸爸，这下你骄傲了吧？经过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已经摸清楚儿子的脾性。别看小家伙哭嚎的厉害，分明是故意制造大动静，博取路人同情。真不愧是我茶王的儿子。江同志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被恶婆婆欺负，患上哮喘，2个孩子饿得没饭吃，捡破烂买窝窝头。还有婆家觊觎江同志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和工作，游手好闲的小叔子还打算卖了侄子换钱。他们在老家过不下去，才千里迢迢跑到军区来投奔男人。巨大的信息量冲击着霍东林的脑海。什么哮喘，什么捡破烂，卖侄子？从去年开始，
我不是每个月都往回寄100钱，还有我每季度都会随信寄回来的各种票据，以及特意跟队友调换给龙凤胎喝的奶粉。冷冰冰的声音如他身上的气质，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。江宁宁歪起脑袋，一脸茫然。我是霍东林。你不是那个迎春花她男人吗？江宁宁装模作样的往后踉跄2下。你出轨了？什么迎春花？就在此时，鞋里忽然传来一道破空声。本来霍东林可以避开，可满满还拎在半空中。他下意识收回手，把儿子双手护在胸前，选择用后背去抵挡。他男人可是霍东林，是你们军区的领导，欺负孤儿寡母，我打死你个王！欺负孤儿寡母，我打死你个王八蛋！长光哥，他就是霍东林。就在朱长光动作迟疑的这一秒，旁边军人们迅速冲上来，按住他手脚。都是一场误会，长光哥是朱婶家儿子，朱婶特别不放心我们母子3人单独来。江宁宁见霍东林不说话，老公你快点说话啊！老公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怎么好意思叫得出口？以后必须得给他加强下思想教育。霍东林耳垂发烫，误会解除后，朱长光被放开。长光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不要紧？还是赶紧医务室看看吧。不怪你，你也是为了保护满满他们。孙老带着人急匆匆从基地里赶来。东林，延安打电话说你妻儿在老家遭虐待，正来找你。慈祥的爷爷，你是不是这里最大的瓜？这位是基地老首长。请问这个真是我黑蛋爸爸吗？众人哄堂大笑。此时江宁宁突然脸色煞白，护着夏夏晕厥过去，被霍东林及时接住。满满像小大人似的双手环胸，坐在凳子上审视父亲，嫌弃的摇头。长相黝黑，身材魁梧，冷冰冰，没一处配得上妈妈。你和火车上那个关阿姨是什么关系？你是说关文雪？他们文工团配合我们小队进行抓捕任务，我和他是清清白白的战友关系。对了，事后关文雪偷偷跟我宣称，登上 K895 列车后，他在卧铺车厢被3个乡巴佬羞辱，情绪失控，才叫人贩子趁虚而入，并且一口咬定那母子3人就是人贩子的帮凶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家出了名的护短，肯定会追责的。你把前因后果说出来，我才能处理好。满满思考片刻，才将火车上的事原原本本讲述出来。江宁宁会弹钢琴，结婚前组织做过详尽的背景调查，从小到大成绩优异，特长爱好有画画，但绝对没有钢琴这一项。满满警惕地察觉到霍东林语气中的怀疑，忍不住替江宁宁辩驳。垃圾站什么都有，妹妹还会修理各种小机器呢。霍东林微微眯起眼睛。爸爸不在家，妈妈只好带我们捡垃圾，要不就得饿肚子。家属院小朋友骂我们是野种。明知儿子在用苦肉计，却仍被击中软肋，既惊叹于满满的高情商，又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心痛。医护人员检查结果显示，母子3人长期营养不良，肠胃功能受损。回想母亲来信为弟弟置办5转一响，妹妹索要新裙子和雪花膏，与自己妻儿连狗都不如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。霍东林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。他们花用我的津贴，却虐待我的妻儿。更过分的是，弟弟还要卖满满，编排江宁宁红杏出墙。要不是江宁宁被逼到绝境，也不会卖掉岳父岳母留下来的2个工作，千里迢迢坐火车来随军。而那2个铁饭碗，本来也是打算留给满满夏夏的。满满是懂杀人诛心的。爸爸，求你别赶我们走，只要一个小小的茅草屋，我和妈妈、妹妹3个人就够住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不要你的津贴，等明天我就先带妹妹捡垃圾，给妈妈赚医药费。兄妹俩手拉手站在父亲面前，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爆发出阵阵哭腔。霍东林红着眼眶半跪。爸爸有房子，以后让你们和妈妈都能吃饱饭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们。夏夏不饿，先给妈妈治病。爸爸津贴多，够填饱你们的小肚子，也够给妈妈治病。骗人！奶奶总是这里痛那里难受，津贴就没了。不会的，爸爸不寄回去了，以后1分不少全部交给妈妈。爸爸不让奶奶来军区，这样奶奶就不会把钱拿走了。江宁宁适时苏醒，实际上她早已醒转，听到了关于钢琴的讨论。以后就说是在垃圾堆无师自通，天赋异禀，难不成他还能猜到妻子换了人不成？你是急性肠胃炎，医生已经输完液，开好药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我们不问自来，会不会打扰你？要是基地不方便，我带孩子在江城租房子住。基地配置有房子，刚才已经派警卫员去帮忙打扫了。只是我以前一直住在4人宿舍，东西不多。队长不好了，张军嫂带着5个孩子躺在您家门口，非要换房子。居然有人想不开要跟我抢。江宁宁带着孩子随军第1天就被泼妇大姐霸占房子。我早就看中这间房了，院子里还有我种的菜，部队已经默许给我了。张同志，这是组织分配给霍队长的，他家属今天就要入住，你别在这儿耍无赖。原来张云的丈夫赵卫军曾是霍东林的上司，可这些年霍东林表现卓越，升迁连跳好几级，现在军衔为上尉，而赵卫军仍是个区少尉，还是个副级。我看谁敢进，今天我就吊死在这儿。一阵清脆的啃西瓜声突兀响起。妈妈，这位阿姨怎么不继续了？是怕疼吗？
哥哥真笨，他的体重目测应该在150斤，而门框只有一个支撑点，木头材质，大约1米长30厘米厚，只能承受30公斤左右的物体。也就是说，他挂上去不出10秒，门框断裂，自动掉下来。夏夏眼睛只要一扫，就能估算出来大概的数据。宝宝，你简直是物理学天才。夏夏害羞的红着脸。修缮一扇门是不是要花好多钱呀？门都是现做的，除了要买木头需要审批，还要请木匠来制作和安装。满满肉疼的捂住口袋，认真给张云出主意。阿姨，你做好事，要不找其他地方挂行不行？张云脸色铁青。这小王八蛋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玩意儿？一时间他进退两难。不挂，戏演一半了，现在下来没面子，挂吧，拉垮房门掉下来更丢人。旁边不知谁先笑出声，引得围观的军属们哄堂大笑。姑娘，你是带弟弟妹妹来随军的吧？有对象没？要不要大娘帮你介绍单身的军官？大娘，他们是我生的龙凤胎。对了，我男人就是张大嫂口中那个霍东林。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看着江宁宁那张精致动人的小脸，张云极度的面容扭曲。丈夫比不过霍东林就算了，连带着自己和4个女儿，在这3母子面前都显得灰头土脸。霍东林来随军的家属就是你啊！你俩郎才女貌，连生出来的孩子都格外好看。顿了顿，他朝张云翻了个白眼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某些人尖嘴猴腮，一家子不仅丑，作风还有问题。军区迟早要把这个祸害除掉。张云敢怒不敢言。这个菜婆子今天吃错药了，平时不是事不关己吗？但他儿子管着后勤物资，张云不敢得罪他，于是把怒气转嫁到江宁宁身上。某人妖妖娆娆，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，哪里是正经过日子的？随军家属不好当，艰苦条件才能磨练人的意志。我是为了霍东林好。张大嫂这意志还挺薄弱的，明显比我更需要磨练。众人哄堂大笑。可不是嘛，张云那体型都快赶得上2个江宁宁了。张云暴怒扑过来要挠人，江宁宁一把沙子扬了过去。我的眼睛，这个贱人竟敢使阴招！江宁宁利落地牵起2个孩子后退，突然捂住心口剧烈咳嗽，面色惨白。哎呦，我心口疼，赵家这是要逼死军属啊！张云这才惊觉不妙，他惯用的1哭2闹3上吊，竟被对方反将一军。你闭嘴！你就是再想要这房子，也不能打孩子啊！张云胸口剧烈起伏，眼前一黑，险些要气吐血了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要打孩子了？小贱人纯属胡说八道，偏偏其他人的眼跟瞎了似的，一个个望向我目光喷着火。张云简直一口气要憋不上来，踉跄2步。张大嫂，你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假装吐血要讹我钱吧？妈妈刚从医院出来，手背上的纱布都还没揭下去。母子3人依靠在一起，可怜又无助，不像赵家那几个孩子干嚎的耳朵生疼，哭也是一门艺术。活该张云他男人这么多年一直升不上去。俗话说妻贤夫祸少，有这种到处惹事的妻子，正审那关就过不了。赵卫军明明很体面，怎么娶了这样的老婆？谁知道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兴许是赵卫军在背后指使的呢。你看这些年靠着张云撒泼，张家得了多少好处？围观的群众指指点点，躲在暗处的赵卫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故意装出一副着急又难堪的模样，正要站出来打圆场。霍东林已带着后勤部领导疾步而来，见妻儿受辱，他眼底翻涌着怒火与自责。霍东林望向姗姗来迟的赵卫军，一双眼睛极飞极沉。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给首长。满满小跑上前，忽然拉了拉霍东林大掌。霍东林以为儿子害怕，弯下腰来准备抱抱他。爸爸，你真没用，妈妈都解决事情了，你才出现。霍东林手又痒了。东林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张云那个婆娘从乡下来的，不懂事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臭婆娘，赶紧给老子滚过来！张云身体畏缩了下，小步挪过去。赵卫军扬手一个巴掌扇过来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跟霍东林道歉！一道无比天真的童音忽然响起。妈妈，这个叔叔是不是在道德绑架我们？是不是以后他家东西随便拿，只要道歉就好？小孩子都懂得道理，赵副营长，请回吧。赵卫军还要再说什么，感觉有一条阴冷的蛇爬过脊背，乖乖闭上嘴巴。走，回去。很快，隔壁传来拍拍打打，以及女人与小孩惊天动地的哭嚎声。妈妈！2个小团子吓得拽紧江宁宁裤腿。大闺女，你可别心软。以前也有人出于好心帮助张云，给首长写举报信，结果反被张云记恨上了，觉得那人在多管闲事，挑拨他们夫妻关系，甚至怀疑觊觎他男人。就赵卫军那种只敢拿老婆发泄的孬货，也就他当成宝，3天2头上人家里去闹，最后赔了不少东西才平息。正是应了那句老话，有些人的苦难全是自己做出来的。谢谢大娘的提醒，我不会多管闲事的。队长，
清单上的东西基本都买齐了，饭菜也从食堂打好了。嫂子，今天下午2点，补给轮船会停在港口。这种船每10天都会有，负责售卖给军属们一些海产品，大部分都不要票据。江宁宁眼睛一亮，脑海里瞬间浮现芙蓉虾、香辣蟹、爆炒花蛤、鲍鱼红烧肉一系列海鲜美食。仔仔们啊，妈妈今晚给你们露一手。两团子兴奋的手舞足蹈。这个家里唯有霍东林忧心忡忡。江宁宁娇娇柔柔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不会下厨的。如果厨艺翻车了，我该怎么做才能不打击她的自信心呢？感觉比边境抓捕罪犯难上1万倍。一方小院岁月静好，军区却被搅翻了天。军区大门口父子相认那一幕，见证的人毕竟太少，反而是另一则惊天消息，不到半天时间传遍整个军区。第一，霍东林媳妇跟人跑了；第二，孩子一个也不是他的。爸，我不去相亲，我要嫁给霍东林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你决定好了？官家到了这一代，尽管依旧风光，可2个儿子不争气，急需一个有才干的上门女婿。官府早就看中了霍东林，小地方来的，背景清白，是当之无愧的兵王，未来前途无量。此时此刻遭遇妻儿背叛，情绪正是最薄弱，无法思考且不能保持镇定的时候，可以利用这件事以作风问题挟制霍东林。他想要往上升迁，政审就不能有污点，到时候官家再出面稍微施点恩情，肯定会对官家感激涕零，从孙老那边阵营拉拢过来。否则就在政审那关卡死，这辈子休想再出头。此事得现在就办，才打霍东林和姓孙的一个措手不及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不仅看上了有老婆的男人，她还想联合自己的首长爸爸，把原配和孩子送去吃牢饭。爸，还有火车上那3个母子，你查到他们信息没？必须把他们抓起来，吃牢饭。已经交代底下人去办了，最多不出2天，爸就会让那3个人贩子的帮凶自食恶果。父女俩简简单单一通电话，就为江宁宁母子3人定了罪。好看吧？妈妈特地买的新衣服，可惜没有黑蛋爸爸的份儿。虽然才与母子3人相处大半天时间，他算是发现了兄妹俩就是铁打的妈妈锤。等明天我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成衣，也给你买一件。要想老公当牛做马，先要给他吃点草。好，跟你们一起穿亲子装。可是霍同志你太丑了，跟我们同穿亲子装会拉低整体颜值的。颜值这个词是满满跟妈妈学的，说的是她这种漂亮的仔仔。霍同志，孩子要教不能打，否则以后没人给你摔盆咋办？回应他的是骤然腾空的身体。霍东林看向江宁宁的黑眸里带着几分歉然。下午还要写任务总结报告，不能陪你去海边了。过几天我跟队友调休，咱们一家人再去江城的百货商场逛逛。妻子越通情达理，霍东林心里愈发感到亏欠，甚至有些无地自容。先有国才有小家，身为军嫂就要随时做好觉悟。你快去忙吧，不用担心我们，晚上回来吃饭吗？应该会，如果临时出任务，会派人来告诉你。好，我做饭等你回来。江宁宁突然轻身逼近几步，踮起脚尖，伸手要把满满给抱回来，无意蹭过霍东林青筋微凸的手背。宝贝儿，快下来，别耽误爸爸去工作。霍东林蓦然后撤半步，军靴跟磕在水泥地上，狼狈作响。面对江宁宁诧异的眼眸，他急中生智解释：我打算带满满去看坦克和飞机。满满小脸纠结，我要陪妈妈去码头，给妈妈提东西。霎时间，江宁宁心里某一块软的不行。世界上怎么能有这般可爱的仔仔？抬手揉了揉小家伙的头发，他唇角抿出来小梨窝。妈妈从来没见过坦克，你去帮妈妈看看，回来告诉我们好不好？那对小梨窝瞬间荡进父子俩胸口。码头很安全，四周都有防护栏，东西如果买的很多，你就报我的名号，让他们帮忙搬东西，回头我再好好答谢人家。队长，首长有要紧事找你。霍东林第一反应是又要出任务了，要不满满还是留下来吧，别耽误你工作。不碍事，我让警卫员带满满去看坦克，还有一些模型飞机可以体验。不知为何，看着父子俩离开的背影，江宁宁莫名有股不安感。夏夏圆溜溜的大眼睛看个不停，什么都稀罕。江宁宁生怕小崽子不注意被螃蟹夹到。仔仔，你不能随便碰这里，否则小手会被夹断。被螃蟹夹住后，可以放入水中，或者敲击它们背部，螃蟹就会松开钳子。不远处同时响起一阵凄厉的惨叫声。江宁宁回头一瞧，看见有个圆滚滚的小男孩，食指上夹着一只梭子蟹，疼得哇哇大叫。妈妈，手指快要断了！妈妈！夏夏迈着小腿来到小胖子跟前，抓起他的手，就近往装着蛏子的大木盆里放。1秒、2秒、3秒，妈妈说的是真的，妈妈真厉害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大力猛地推开夏夏。你干什么？夏夏吓得闭上眼睛。就在即将接触地面一瞬间，小小的身子落入温暖熟悉的怀抱中。妈妈，你哪里疼？都怪夏夏。妈妈没事，夏夏做了好人好事，是个纯善勇敢的好孩子，妈妈是太高兴了。夏夏半信半疑，泪珠悬在眼眶上。如果我是个好孩子，为什么刚才那个姨姨还要推我？
我家夏夏救了你儿子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居然还动手打孩子，快跟他道歉。什么叫救了我家儿子？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妈妈，螃蟹游走了，妹妹把手放水里，螃蟹就跑了。文秀英脖梗瞬间涨红，像是有只无形巴掌扇在脸上，火辣辣的疼，尴尬又愧疚。对不起小朋友，是依依错怪你了，谢谢你救了我家狗蛋。文秀英年近40，好不容易才得一个独子，正所谓关心则乱，她抬手就给自己一巴掌。刚才孩子被我推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伤没伤到哪里，带他去医务室检查吧，费用和营养费我全包了，后续孩子有任何问题尽管来找我。我是这片军区的妇女主任文秀英。对军属们而言，其他首长书记都不如妇女主任权力大，关系到孩子上学与各种女性权益。她不急着代替夏夏回答，去抱所谓的大腿，而是用那双温和的目光鼓励仔仔。短短几天相处，夏夏有些害羞内向，小孩子要从小慢慢引导，学会勇敢表达，免得长大后吃亏。没关系，你也是担心狗蛋哥哥，不用去医院的。狗蛋和黑蛋爸爸名字里都有一个蛋字，夏夏大方地决定原谅了他们。妈妈，我也不去医院，我要跟脑子聪明的妹妹一起玩。文秀英想到家里那点糟心事，见儿子手上小伤口不流血，欣然同意他的要求。文秀英正要发起组队买海鲜的请求，江宁宁母女俩已经蹲下身去，旁若无人地挑选螃蟹。其他军嫂知道我是妇女主任，都会上赶着巴结，偏偏这位女同志真诚不虚伪。生蚝怎么卖？1毛钱1斤，不要票，想称多少就称多少。同志，你称下多少斤，我全部都要。生蚝不好吃，你要是尝尝鲜，可以买几个，这么多完全没必要。海岸边到处都是，平日里基地不限制大家去捡，白捡都没人要。那玩意儿每次撬开一手血，蒸出来肉干干柴柴的，能好吃？稍不注意，刷洗生蚝过程中就被隔开一道口子，费力又难吃。那是你蒸大了，上气后计14分钟，清爽滑嫩。蒸熟的生蚝大部分会开一个小口，也更容易撬开。我祖上是干厨子的，你们平时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问我。我叫江宁宁，家就在3排7号院，是霍东林的家属。闺女，你真是霍东林家属？你不是带孩子跟野男人跑了吗？老黄，你放什么狗屁！我妹子今天刚来随军，你可不要污蔑她名声。不是我，是她婆婆打电话来，被接线员听到了，现在基地都传遍了，还说龙凤胎不是霍东林亲生的。看来老太太上次不长记性，非要逼死我才罢休。满满和夏夏可都是她亲孙子，虎毒尚不食子。婆婆估计忘记我们随军的事情了，她也是出于担心。哪家婆婆因为担心儿媳不见了，故意往她身上泼脏水的？不是的，我婆婆她脑子其实出了点问题。我婆婆前年摔了一跤之后，就经常记不住事情，记忆也是混乱的。明明前一天才领走我男人孝敬的津贴，4日又跑过来要，1分都不留给我们。发病起来连亲孙子都不认，前一秒还在对我笑，后一秒暴跳如雷。但我不怪她。为什么不怪她？因为有时候她把我认成了她女儿霍春芳，爱之深所以责之切。当年春芳为了逃避下乡，跟同学坐火车逃跑，差点被红卫兵以乱搞男女关系为由抓起来。我问过大夫，我婆婆这病在医学上叫阿尔茨海默症，会伴随一定的精神失常。奶奶经常来要钱，还总是会变脸，私底下偷偷掐我和哥哥，说我们是野种，还骂妈妈，原来是因为她脑子不好。虽然奶奶脑子坏掉很可怜，但依旧很可恶。4岁小孩子不会骗人，众人惊讶的合不拢嘴，所以老太太是真疯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风纪办，找他们说清楚。而此时风纪办正展开对霍东林的一场审讯，推门而入，就看到赵卫军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。首长，您找我？霍东林同志，今天找你是因为有人举报你作风有问题，请问今天早上9点12分，你是否接到曲县老家的电话？是的。你妈田翠芬是否告知你，妻子江宁宁带着一双儿女与人私奔了？这句话问得很有陷阱，如果是一般人都会习惯性回答是。等钻进陷阱后，接下来提问的人根本不给任何解释的时间，直接进入下一个话题，间接引导承认第二个问题是真的，主打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妻子江宁宁带2个孩子，于1月24号从渠县搭乘 K895 列火车，并于1月26日上午9点15分抵达基地。上岛前，海港安全站同志检查确认，江宁宁携带纺织厂街道办的介绍信以及户口本等证件正规齐全。请问这位同志，你有何官方证明文件指证我妻子与人私奔？风纪人员被噎了下，明显慌了神。你妻子来随军了？怎么可能？如果单凭一通电话，我完全可以向你们上级检举。风纪办做事流程存在巨大问题。还有这位同志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污蔑我妻子，犯了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。我现在指控他诬告。我现在郑重要求，风纪办必须在2天内为我妻子证明。没有实际证据就妄下定论，
这是基础流程存在问题，一旦上报，整个部门都得被彻查。霍同志，那你又如何证明现在随军的这个妻子就是你老家娶的那个妻子呢？不愧是茅坑里叮人的苍蝇，咬不疼人，但恶心。马主任，难道赵卫军没告诉你，他看见我妻子和孩子来随军了？我以为他不是。你以为，你个足以放进兵马俑堆里陈列的蠢货！马主任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，而他居然被这样一个蠢货给彻底坑死了。干得漂亮！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已经取得别人望尘莫及的成就，开过战斗机，在边疆执行过许多危险任务，身上功勋多到数不清。要不是他实在年轻，上头想要压一压他，怕是不止现在这个级别，也难怪官家想要拉拢他，得不到就要千方百计的毁掉。外面怎么回事？纪律，次次开会都在重点强调，基地怎么还跟菜市场一样？马主任拍起桌子骂道，办砸官家的差事，心里正攒了一团火没触发。主任，你还是出去看吧。妇女主任文秀英集结一群军属，要风纪办给小江同志肃清名誉。什么小江同志？小江同志就是霍东林的妻子。风纪办马主任就是官家养的一只直哪打哪的狗，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。别怕，我都解决了。爸爸，奶奶疯了。奶奶前年摔了一跤，因此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脑袋常常会记忆混乱。霍同志，老太太得了疯病是可怜，请你们霍家务必照顾好她，不要再随口污蔑我宁宁妹子了。我没事。妹子就是太过善良，人善被人欺。霍同志，老太太有病就该治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在首都认识一位治疗精神方面的专家，可以帮忙引荐。霍东林一颗心淹没在愧疚与心疼里。夏捡破烂，攒多多的钱给奶奶治病，这样奶奶以后就不会欺负妈妈了。妹子，有时候坚强善良是好事，但你的委屈也该让霍同志知道。文秀英相当不爽地瞪了无能的男人一眼。霍东林诧异，文秀英脾气火爆，妇联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同志都被她骂哭过，出了名的不近人情，很难与眼前这个语气温柔的知心大姐看作同一个人。谢谢文姐，我没有亲人，你就跟我亲姐姐一样。谁说你娘家没人？我以后就是你的娘家大姐，妇联就是你的娘家。文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家事，不再让宁宁受委屈。霍东林拜托文秀英帮忙把妻女送回去，朝着老首长方向追去。风纪办集体被查才是刚刚开始而已，接下来基地要不太平了。首长，小江同志眉目清正，看起来是个好同志，且还是烈士之后。风纪办马主任的罪名只重不轻，我会尽快处理好家事。关于我娘电话污蔑我妻子的事情，打算……你真决定了？为了我弟弟建军，他会同意的。霍东林垂下眼眸，从小到大，父母对建军的偏爱远胜过他。从名字就看得出来，弟弟叫建军，妹妹叫春芳，只有他叫黑蛋。东林还是当年老首长给取的，说是基地有个叫黑蛋的营长，传出去不好听，其实是为了照顾他面子。为黑蛋这个名字在基地受到无数嘲讽，迄今为止，边疆也还流传着黑蛋兵王的称号。霍东林无数次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他们亲生的。等等，你说关文学也曾告诉你，他被3个乡巴佬侮辱，才会落入人贩子手中。可我看到江城公安局呈上来的报告上，写的是关文学在卧铺车厢发现人贩子踪迹，以身诱敌，立下大功。官家篡改报告，官家人之所以急着寻找江宁宁母子3人，根本不是单纯的为女儿出气，而是要让他们彻底闭嘴。首长，我妻子身体虚弱，不适合牵扯进来。可你儿子已经牵扯进来了。警卫员取出嘉奖令来，霍东林不明所以一瞧，霍满满小同志智斗人贩子，帮助基地抓捕人贩子，解救人质。原来火车上心心念念要招的兵，就是那批的不行的大儿子。明明是满满救了关文雪，官家却打算恩将仇报。这奖状是薛老特意求来的，也没料到会这么巧。当时薛老就在火车上，并且目睹这一切，就是不知道他了解事情多少。老韩，你七弟是不是精神方面的医生？有件事想要麻烦你一下，是关于我母亲。可以开饭了。一大桌美食满的几乎快要摆不下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基地里那台76式水陆坦克全国仅有几架，直升飞机驾驶座原来那么小。帽子叔叔好笨哦，明明靶位那么近，才10米，他都打不中。那宝贝，你打中几环？190.2环。气手枪太重了，子弹后坐力大，我胳膊好酸疼呀，就失手几枪。但帽子叔叔说，只要我坚持锻炼，以后肯定会成为最厉害的射击手。仔仔，你玩的是真枪吗？是呀，帽子叔叔说黑蛋爸爸能打240环，我再多练练，肯定能超过他。你安排的，仔仔才4岁，就敢让他上手玩真枪，做父亲的心可真大。满满，谁是帽子叔叔？我让张叔叔带你去展览区参观，你们怎么会跑到训练基地去？难怪儿子单独跑到办公区找自己，当时他还疑惑警卫员为什么不陪他来。这小团子简直皮上天了。满满下意识捂住嘴巴，就是不敢去看妈妈。
刚才对爸爸撒了谎，但面对妈妈不行。妈妈，我假装肚子疼，设计甩脱了小张叔叔，跟帽子叔叔跑去训练基地玩了。因为帽子叔叔说那里有爸爸许多训练获得的勋章，我就想去看看。后来上手玩枪，也是想要了解爸爸究竟有多厉害。满满低垂脑袋，声音里满是对爸爸的如沐。霍东林黑沉的脸缓和下来，儿子调皮，全是因为缺少父爱的缘故，能够理解。但是理解的太早了。满满话锋一转，经过满满一整天的调查，黑蛋爸爸虽然天赋不如我，但在同龄人中十分卓越，已经勉强能配得上妈妈的脚趾头了。帽子叔叔到底是谁？满满捂住嘴巴，还挺讲义气。很快他就让小团子知道什么叫世间险恶。霍东林起身，一屁股坐在他的位置上，霸占最后一个紧挨着江宁宁的位置，光明正大抢走他妈妈。满满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妈妈，我再也不理黑蛋同志了。满满是哭着睡着的。江宁宁盯着他，一点点把桌子剩下的那个尖角磨得浑圆，再看看其他同样被磨平棱角的家具，突然想起他冷脸教训小团子的模样。满满脾气倔又聪明，你得慢慢来。夏夏和其他小女孩不一样，喜欢电子器械。霍东林点了点头，妻子没有把他娘田翠芬散播谣言的事情撒在自己身上，还愿意跟他分享孩子的喜好，帮助孩子尽快接受自己，他很感激。以后他不会找你麻烦了。那你呢？没想到他做事如此果决，快刀斩乱麻，彻底解决了我与孩子的后顾之忧。可他就要因此承受不孝的罪名。霍东林听到这句关心，心念微动。别担心，我能处理好。满满怎么样了？他睡前连做梦都在哭诉找错爸爸，此黑蛋非彼黑蛋呢，并且决定明早重新去大门口找个温柔的爸爸。早知道就该多揍2巴掌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才5点1刻，你赶紧回去重新睡吧，我走了。江宁宁心知肚明，男人忙活一整夜没合眼。江宁宁心头忽然有些过意不去，要不要我给你煮点早饭？让驴子干活还得吃口草呢。不用麻烦，我直接去训练场，马上就要开始早操了。你多睡会。小江同志，昨天真是误会啊，这是我自己喂养的老母鸡下的鸡蛋，拿给龙凤胎补补身体。